平日肃静的一如泼墨山水的云深部之处，终于也在年节里张落了些喜色。悬于山门两侧的红灯上描摹着细致纹样，一幅喜鹊灯之图，一幅连年有余图，颇有些别致。往年倒是不会这般大张旗鼓，不过象征性的布置些应景物时。可数日前，蓝忘机同魏无羡远游而归，既是要在家中过年，魏无羡便绝技不肯消停，提前好几日把不知从哪里学来的窗花样式都描了下来，把年节里还留在云深部之处的小辈们都召到了蓝氏，将这些花样一一交给众人。蓝氏子弟聪慧，却从没见过这样的课堂，都觉得新鲜，把剪窗花看得像平日的课业一般兢兢业业，一边专心于手中的剪子，一边各自心下嘀咕：魏前辈实在让人惊叹，一手符咒画的无人能及不说，现在居然连过年的窗花都能画，真是学好一门手艺就能走遍天下。唯有蓝景仪与蓝思追并肩而坐，眼睛盯着手中的红纸，人却悄悄往一侧挪了挪，低声道：思追，你说魏前辈怎么会想到教大家这个？不过倒是挺有意思的。蓝思追头都不抬，以同样轻的声音回道：课上不可私语。说完又轻声补了句：韩光君来了。边上的人果然安分了。众人见蓝忘机来了，都把正襟危坐4个字发挥到了极致，打起12万分精神。若是外人见到这一屋子俊美少年挺胸垂手，专心致志地剪窗花，不知会有多惊奇。蓝忘机扫了眼众人，目光便自然而然落在了讲桌后的人身上，那人的目光也粘在他身上，眼底笑意难掩。蓝氏之内恍若当时春光烂漫。蓝忘机径直走了过去，在魏无羡身旁落座，似乎完全不觉得此时的课堂有什么不妥之处。魏无羡忽然看着堂下的少年们啧啧出声，换得身旁蓝忘机一个困惑神情。魏无羡扭头与他四目相对，真诚道：蓝湛，你没来之前，我当他们已经够认真了，原来还是有人打马虎眼儿。你说说，这是多好的一门手！不，一种文化熏陶啊，可不比背诵各大仙门的族训家史要有意义吗？我用心良苦，这样的用心他们却不懂，我有苦难言。说罢还有模有样的一手捂住心口，一脸愁云惨淡。蓝忘机见他演的兴致甚好，颔首道：确实。魏无羡再接再厉：你也觉得应该适时教些有意思又有意义的东西给他们，对吧？蓝忘机看了眼他手中有意思又有意义的大红窗花，默了默，再一次颔首：诚然。魏无羡突然大声道：听见没？韩光俊同意你们明日去打年糕了。众少年不敢大声欢呼，纷纷点头如捣蒜。蓝景仪更是喜上眉梢，趁着这阵躁动，对蓝思追兴奋道：我就知道魏前辈有办法。原来蓝忘机来之前，魏无羡同众人说起当年自己在云梦莲花坞过年，都要和师姐师弟们一起打年糕，下山采买年货。云梦当地的市镇一到年节里自然热闹繁华，逛起来乐趣无穷。自幼待在云深部之处的众人往年哪见过这样的光景，魏无羡又向来口才极佳，把打完后新鲜热乎的糯米年糕说得天上有地下无，还将自己当年吃年糕的情景演得有声有色。少年们忍着馋，又恨不得立即尝到，可转念眼前浮现蓝启仁和蓝忘机的脸，脑子里那点可怜兮兮的馋念霎时烟消云散。魏无羡看不过众人的可怜样，打了包票，说明天一定带大家下山打一回年糕，只等蓝忘机来了，众人须得配合他。结果他半个字没提打年糕的事儿，连眼带红把蓝忘机给套了进去，先斩后奏就宣布了。一旁的蓝忘机还没发话，他倒是理直气壮：你刚才都说是诚然要教的，年节里打年糕这么难得的机会，千万不能错过了。我们明日带着他们去，早去早回，不会耽误事儿的。至于你叔父那儿，你去说说呗。堂下众少年剪窗花的手都停了，齐刷刷屏息凝神，等韩光俊的答复。顿了片刻，蓝忘机看着眼前这人，第3次点了头，干脆道：好。众人长出一口气，魏无羡乐得不行，直接扑向了蓝忘机，自然是被稳稳接住了。他凑在蓝忘机耳边，用只有他们2人能听见的声音问道：我画的窗花好不好看？蓝忘机这回没点头，只是不动声色收紧了环住他的双臂，一轻声道：
感觉到魏无羡埋手在自己肩头，笑得微微颤动。蓝忘机低语：“好看。”嘴角上扬的弧度似是再也压抑不住，背对着众多子弟，将魏无羡完全拢入怀中。似是当时年少，紫衣少年神采飞扬，隔着藏书阁一张案几，将一幅小画推到了自己面前。画上的少年倚窗静读，眉眼神态都惟妙惟肖。蓝忘机从小便知道魏无羡的画画得很好。第二日，望羡二人携一众小辈去往附近乡镇，一路询问，找到了镇上往年集中多户人家打年糕的粮场，却不见想象中热火朝天的情形。粮场外竟是十分冷清，只有几个孩童在空地上游戏，几位妇人围坐在一处，边闲话边摘菜。魏无羡挑了挑眉，环顾一圈，径直向那群玩闹的孩童走去。还没等走近，几个妇人忙赶跑过来，将孩童们搂到了身后，神色颇有些警惕地看着这陌生青年。蓝忘机走到魏无羡身侧，妇人们见他恍如仙人，气度非凡，便略欠了欠身。魏无羡见自己如今居然比不上韩光君招人待见，不由笑道：“姐姐们别怕，我们可不是坏人，不信你们看看这位公子，他像坏人吗？”蓝忘机静立一旁，任由妇人们打量。一位妇人开口道：“二位公子莫怪，我们也并非有意，只是最近镇上生了怪事，实在叫人害怕。”魏无羡问道：“此话怎讲？”那妇人见他面善且亲切，便渐渐放下了警惕之心，叹道：“镇上数日前来粮场打制年糕的几个年轻小伙都不见了。”魏无羡一道：“不见了？”那妇人道：“正是，说是那日结束后各自回家，却都没有到家。他们的家人事后到处去寻，也不见踪影，也报了官，可这种事让官府来查又有什么用呀？”说到这里，妇人忽然压低声音道：“大伙都说是年兽出来把人抓回山里去了呢。”魏无羡与蓝忘机交换了一个眼神，心道：“年兽，那还真是应景。年节里还出来兴风作浪的妖物，可不得叫年兽吗？”回头与众小辈们将此事一说，众人脸上皆有些失望之色，可更多的是疑惑。魏无羡双手背在身后，老神在在道：“你们有什么想说的，或者觉得哪里不对劲，都说一说。”蓝景怡先道：“好端端的人平白无故消失了，这也太不对劲了。”魏无羡沉默片刻，点头道：“你的发言很有价值。”蓝思追道：“打年糕费时费力，却是年节必备。一般乡镇都是组织各家各户的青壮年，大家一起打制年糕，再分给各家。可以说，粮场打年糕队里的青年应该是最健壮的。”魏无羡颇为认同的点了点头。所以，蓝思追道：“一般妖兽作怪，若是没有特殊的渊源，都会选择妇孺幼，因为易得手，省精力，也不易横生枝节。可是这次失踪的偏偏是这个乡镇上的一群青年，这一点十分古怪。”魏无羡道：“很好，思追说到了点子上。那些妇人们的说法是年兽出没，抓人果腹，可是背离了妖兽选择捕食对象的常理。凡事若看上去有违常理，必然事出有因。”一位小辈道：“魏前辈，您是想说这妖兽作祟是有什么特殊的原因？”魏无羡道：“有可能，但还有另一种可能性。”他身旁一直没有出声的蓝忘机忽然道：“邪祟。”魏无羡赞同道：“正是。”见众人还一脸云里雾里，魏无羡解释道：“既然不合妖兽出没之理，便先大胆排除，再做假设。不要觉得年节里人们休假停工，邪祟也要停工。他们逢年过节可没有休息的日子。”众小辈们纷纷点头，有人道：“既然是邪祟，您将他召开一问，不就知道了？”魏无羡道：“确实，即召即问，点石成将于我而言很简单。可是假若今日我不在呢，你们该如何找回失踪的乡民？”众人一下子沉默了。很显然，若是魏无羡不在，他们没法用诡道之法巧取捷径，只是因为习惯性依赖他，险些忘了历练的初衷。魏无羡道：“距离回去还有些时候，能不能在回去前吃上年糕，就要看大家的本事了。”魏无羡大手一挥：“从现在起，大家分成两路，我和韩光俊各带一路，跟着我的人进山找人，跟着韩光俊的人去镇上探明详实的消息。1个时辰后就在粮场这儿会合。”
小辈们应是，索性左右两边人分开，准备出发。只有蓝忘机静立原地，没有动身的意思。魏无羡转脸认真道：“蓝湛，我能感觉到粮场上残存的怨气，却没有凶恶杀气。想必那些失踪的青年都没有生命危险，这你一定也推测到了。”蓝忘机低声道：“魏无羡笑道：“既然是怨灵而非恶灵，我带着他们进山，十拿九稳，不会有危险的。”这回蓝忘机没有应声，只是看着他。二人对视半晌，还是蓝忘机点了点头，好似轻叹，低声道：“万事小心。”入山不过半个时辰功夫，人居然找到了。说起来神奇，原本众少年已经做好了长期作战的准备，山中云雾瘴气并不寻常，一探便知有异常之处，却被他们这样轻松地找到了失踪多时的几位青年，倒叫人二丈和尚摸不着头脑。难道这山中的邪祟知道魏前辈来了，就十分识相的将人送了出来？现在鬼界做鬼都如此上道。魏无羡心下生疑，检查过几个青年，只是暂时昏迷，并没有中毒或被施以邪术，便让几个子弟将人背起，先下山。众人回到粮场时，正好是约定的1个时辰之后，蓝忘机带的那一对少年已经回到了原处。记得点击订阅本频道，加入会员，听更多望仙故事。小兵感谢您。